法国军机再次遭到俄导弹锁定。俄军2027年入侵爱沙尼亚，英国向乌支援新一批暴风鹰导弹，德国金牛座也即将援乌。欧盟维持并制定第17轮对俄制裁。乌美俄会谈结束后，俄乌继续互相空袭。乌军占领比尔格罗德新据点，清除俄军司令，拉平上将。乌东战线迅速升温，乌军收复托列茨克两大地区。精彩资讯马上开始。特朗普任命的维特科夫大使在采访时公然宣称，俄罗斯100%不想入侵欧洲，但事实并非如此。俄罗斯正在不断试探欧洲底线，并有了下一个入侵目标。据自由时报25日报道，法国海军的大西洋2型巡逻机应北约波罗的海哨兵行动要求，在国际海域展开地形性空中巡逻任务时，突然遭到俄军舰艇的火控雷达照明锁定。法国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俄罗斯此举有敌对意图，因为火控雷达瞄准是导弹发射前的最后一步。但面对俄军的挑衅，大西洋2型巡逻机并没有做出回应，而是选择继续执行任务。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俄军挑衅事件并非第一次发生。今年1月，另一架大西洋2型巡逻机在巡逻时，同样遭到了俄军驻扎在加里宁格勒的 S-400 防空雷达的照明锁定。法国军务部部长勒克努事后强烈谴责俄军，称此举无法接受，将以行动捍卫自身的航海飞行自由。火力军认为，俄罗斯此举是在试探欧洲底线，刺探情报，看看欧洲会做出什么反应。如果欧洲选择退让，那么俄罗斯在俄乌谈判中就能提出更过分的要求，甚至在今后对欧洲的行动中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当然，如果这件事大家不认为俄军有入侵欧洲的意图的话，我们再看下一件事，即爱沙尼亚可能会成为俄军入侵的下一个目标。爱沙尼亚是个俄语人口占比约 96% 的波罗的海边境城市，与俄罗斯仅隔着300米宽的纳尔瓦河，而一些事件的发生导致其战略价值急速上升。其一是俄罗斯边防人员从爱沙尼亚与俄罗斯交界的纳尔瓦河秘密拆除了约20个划定边界的河道浮标，并拒绝与爱沙尼亚沟通解决争端。其二，俄罗斯系统性干扰了爱沙尼亚的 GPS 导航系统。波罗的海3国外长曾警告称，俄军此举恐引发民航空难。俄罗斯行为不仅威胁到爱沙尼亚的空域安全，还可能对其经济和社会秩序造成连锁反应。而爱沙尼亚作为欧洲对俄最后开放口岸，也成了双方地缘博弈的关键所在。大家觉不觉得俄罗斯的行为有种熟悉感呢？回顾历史，这种战术与俄军在2008年格鲁吉亚冲突、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以及2022年俄乌战场的策略如出一辙。欧洲军事专家分析表示，如果我们不阻止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俄罗斯将在2027年或以后攻击这个波罗的海小国，并警告说，不要以为这是危言耸听，也不要听俄罗斯的任何保证。那么面对2027年这个可能的欧洲安全转折点，爱沙尼亚是如何采取行动保证自身安全的呢？据悉，爱沙尼亚正在构建多层次防御网络。在军事上，它从2024年起将国防预算提升至 GDP 的 5%， 并在必要道路和地区修建龙牙反坦克工事、边境军事掩体以及无人机研发中心。此外，爱沙尼亚还依托北约第5条集体防御机制，增强与盟友的合作，如维持英国常驻部队，又或是协调立陶宛等国的军费开支，以完成波罗的海国家的联防。英国驻爱沙尼亚的特雷西军团的汉弗莱斯少校就曾表示，我们不希望发生战争，但如果真的发生战争，我们将完全融入其中，做好充分准备，对俄罗斯发动致命打击，以保护爱沙尼亚。不过，尽管有北约制度和盟友支持的保障，但在现实里，爱沙尼亚仍要面对严峻的挑战，如美国战略重心转移至太平洋的趋势愈加明显，特朗普政府对俄政策存在不确定性，又或是北约协同反应机制的实际效能有待验证等等。总之，希望2027年爱沙尼亚不会成为下一个乌克兰，也希望不要有下一个。不过，按照俄罗斯恢复苏联荣光的想法，普京希望军事控制的国家可能包括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亚美尼亚、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其他希望另类控制的国家可能还有哈萨克斯坦、匈牙利、斯洛伐克、阿塞拜疆、伊朗、白俄罗斯和叙利亚等国。一句话，除非被阻止，否则俄罗斯不会停下来。大家是否也这么认为呢？幸运的是，欧洲深知俄罗斯的威胁，不停地开会讨论应对方式，
不停地向乌克兰送去了新援助。英国方面向乌克兰运送了新一批的暴风阴影导弹，虽然本次运送导弹的型号和数量未知，但其与法国的斯卡普 E 级导弹一同，在俄乌战场上发挥重大作用。乌军苏 24M 曾携带该导弹摧毁了俄军多个指挥部、弹药仓库等高价值目标。而最重磅的金牛座导弹，随着4月梅尔茨新一届政府的成立，也即将抵达乌克兰。与暴风阴影和斯卡普 E 级导弹相比，金牛座导弹的弹头更大，射程更远，有可能成为摧毁刻赤大桥的重磅武器。欧盟方面则继续维持和制定对俄新制裁。欧盟的制裁特使戴维·奥沙利文3月24日表示，尽管面临放松制裁的压力，但欧盟仍决心维持对俄罗斯的制裁，且无论美国现在做什么，都无法改变该方针。欧盟发言人安妮塔·希伯3月24日也在布鲁塞尔的简报会上表示，欧盟不认同美国代表维特科夫就俄罗斯在乌克兰备战领土上进行了公投的说法。他称这种公投是彻头彻尾的骗局，这种枪口下的公投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此外，安妮塔同时强调了欧盟对乌克兰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并表示欧盟正在准备第17轮对俄制裁。值得一提的是，受制裁影响，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总公司外汇储备较2024年暴跌了 98.5%。2024年该公司的外汇储备为 8.62 亿美元，如今仅1350万美元。当然，暴跌的另一个原因是俄罗斯巨额的战争开支。俄罗斯政府要求公司迅速结汇，却又没有能力向公司提供补贴，这种竭泽而渔的做法才导致有了这样的恶果。对于和谈，泽连斯基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声称，俄罗斯已经通过信息战影响了特朗普团队的一些成员。俄罗斯向美国人传递的信号是乌克兰人不想结束战争，必须采取手段迫使我们就范，但这是完全错误的。对于当前的停火协议，泽连斯基表示，无论乌克兰和其他国家讨论什么，必须得有人施压普京，让其真正下令停止袭击，才能实现停火。此外，泽连斯基还强调，乌克兰因尊严而战斗，其办公室内悬挂着2幅画，一幅是乌克兰武装部队士兵，另一幅是大火吞并克里姆林宫。时代周刊称，这是在暗示，谁发动这场战争，谁就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回到战场，美乌俄会谈结束后，俄乌双方继续发动袭击。据战争研究所报道称，25日，俄军发射139架无人机，乌防空系统击落78架，另有34架失踪。基辅、哈尔科夫、苏梅、扎波罗热等地区均受到袭击影响。同时，俄军还从克里米亚发射了一枚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袭向苏梅州，破坏了当地的民用基础设施，造成90多人受伤。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哈直言称，俄军对苏梅的袭击表明，俄罗斯的和平言论是空洞的。莫斯科一边高谈和平，一边对乌克兰主要城市实施野蛮袭击。纽约时报则报道称，克里姆林宫正故意拖延谈判进程，正最大程度利用特朗普的和平愿望，获取尽可能多的好处。特朗普的和平成果即停止对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就是个文字游戏。俄军目标依旧是乌克兰的高楼大厦和能源设施。作为报复，乌军及其麾下游击队展开了对俄罗斯的大规模袭击。据俄频道报道，莫斯科中心区域的高档住宅楼 Rosa Rosa 突发大火，且正在快速向周围蔓延。与此同时，遥远的弗拉迪沃斯托克税务局一带也被曝遭人纵火。据悉，当地的一处停车场发生了大规模火灾，至少有30辆汽车被烧毁。俄频道声称，是一名男子投掷了易燃液体。对于2起事件，俄方尚未做出回应。不过，从2024年底开始，俄罗斯的各地都发生过多起类似的火灾事件。如3月中旬，俄罗斯的 CHP-16 发电厂才刚刚爆发大火，导致多个地区断电。而且几乎就在同一时刻，乌军向莫斯科发动了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给俄军的油库和铁路都造成了不小的破坏，乃至莫斯科几大机场也一度因为无人机的威胁而关闭停止了运营。可以预见的是，接下来乌军行动还会继续升级。此外，俄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乌军无人机凌晨还袭击了位于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区、隶属于里海石油管道集团公司的罗克伯特金石油中转站，战损还未确认。不过，泽连斯基证实称，乌军使用长海王星导弹打击了俄罗斯的炼油厂。他表示，如今海王星导弹射程已经超过1000公里，不仅能打击俄罗斯油厂，还曾攻击了克里米亚地区。因此，有分析认为，
长海王星导弹可能和金牛座一样，会成为攻击克什大桥的武器。同时，这也表明乌克兰不会放弃克里米亚和乌东的归属权。而此前乌军袭击的高加索油站，在昨夜又有一个油箱起火。目前该油站的大火已经持续燃烧了1周，但仍没有被扑灭。目前该设施已完全停止运行，未来几乎不可能恢复。至于苏甲天然气的大火同样没有熄灭，俄罗斯天然气输送到欧洲的最后一条线路被永久破坏，未来也可能无法恢复，这将给俄罗斯经济带来致命损失。地面战场前线，乌军继续在俄罗斯境内展开行动，对别尔哥罗德和库尔斯克发起攻击。别尔哥罗德方向，据俄军事博主罗曼诺夫称，乌军进一步巩固德米多夫卡阵地的同时，起义第8特种团突袭了波波夫卡的哨所，随后和驻守俄军展开激战，最终成功拿下了此地。不过，也有俄军事博主称，包括边防警卫第128摩托化步枪旅在内的俄军部队于25日击退了乌军对波波夫卡的袭击。俄罗斯官方尚未作出回应。目前乌军控制了德米多夫卡一带，此地和波波夫卡、格拉夫卡一样，是乌军最初进攻的3个别尔哥罗德地区之一。接下来乌军可能会等彻底拿下上述3个地区后，建立起更大的据点。另有未经证实的俄频道消息称，乌克兰特战队猎杀了俄罗斯北方集团司令拉平上将。如果消息属实，这将是乌军的重大损失，因为比他更饭桶的俄军将领是稀缺品，而拉平也将成为俄乌战争中俄军损失的第2位大军区级将领。第一个倒霉蛋是俄南部军区司令根季纳·阿纳什金。当然，对于该消息，也有网友反驳称不属实，认为拉平作为被钦定的接班人选，不可能深入一线以身涉险。相关消息有待进一步披露。库尔斯克方向，据乌总参谋部称，乌克兰空军成功袭击了俄军在康德拉蒂夫卡的临时据点，销毁了俄军占领的设施，并消灭了多达30名俄罗斯士兵。这说明乌克兰并没有放弃对库尔斯克的行动，在地面保有一定军事存在的同时，还从空中发起了连续的打击。乌东前线随着库尔斯克方向战斗的减弱，多支俄乌部队被部署到恰索夫亚尔、托列茨克、红军村等方向，导致战线迅速升温。苏梅方向，战争研究所报道称，乌军最近在茹拉夫卡和其东部与越境俄军展开激烈交战，目前当地处于灰色地带。而哈尔科夫方向，俄军试图突破沃夫昌斯克乌军防线向前推进，但每次行动都被击溃。此外，乌军还在这里打掉了俄军的一个弹药库。从发布的视频来看，乌军无人机对俄军弹药库的打击，导致该仓库物资损坏严重，地上堆满了瓦砾残骸，几辆俄军的运输车也被击中燃烧。哈尔科夫和苏梅是俄军近期准备大举进攻的地区，但乌克兰在别尔哥罗德的行动有力破坏了他们的计划。如今，俄境内的战斗和乌东局势依然紧密相连了。利曼方向，乌军第45炮兵旅等部队联合击退了俄军攻势，清除了93名俄军士兵，并使用 FPV 无人机和火炮摧毁了俄军一套道尔防空系统和2门自行火炮。顿涅茨克州托列茨克方向，据开源情报报道，乌军第12亚速旅继续向托列茨克西南部推进反攻，又收复了希尔比尼夫卡和列奥尼迪夫卡2大地区。此外，乌军还递进涅利皮夫卡的最北部，突破了俄军在该地的防线，并在战斗中俘虏了1名俄军士兵。目前乌军已经完成了托列茨克西南部大部分区域的清理，不过在托列茨克的南面，俄军的进攻取得了一些进展，其占领了奥列桑德罗皮蒂村。红军村方向，俄频道称正尽一切努力挽救局面，俄军试图重新收拢部队，在这里继续推进。目前主攻方向在红军村的西南部，如舍甫琴科西北部、皮什查内东北部、乌斯佩尼夫卡以西、纳迪夫卡以西等地区，但每个方向都遭到了乌军的强力阻击。乌克兰霍尔迪察集团军发言人特雷胡波夫少校表示，俄罗斯在红军村方向的攻击虽然有所加强，但因损失巨大，其攻击强度没有2月那么高，就连每天使用的无人机数量也下降至100到150架。库拉霍方向，乌克兰国防军已成功夺回了科斯强基诺皮利，且完成了清理行动，但俄军重点空袭了巴哈蒂尔和奥拉德纳，目的应该是想打击乌军的后勤枢纽，截断前线乌军补给，从而无伤拿下乌克兰领土。南部克里米亚方向，考虑到乌军增强的空袭打击，俄军将2套 S300、S400 防空系统向萨基市移动，同时开始将更多的防空系统、榴弹炮和补给车队通过克里米亚运送到前线地区，
据悉，在克里米亚各条路线上出现了载有弹药、人员的卡车车队，数量从3辆到10辆不等。据乌总参谋部发布的数据显示，3月25日，乌军造成俄军死伤1180人，摧毁了俄军5辆坦克、18辆装甲车、61门火炮。或许细心的朋友已经发现，近期俄军火炮的损失量急剧增加，仅3天就损失了338门。而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一是乌军的海马斯与空军开始发威，二是在欧洲卫星系统的支持下，乌军的电子战系统抗干扰能力和反炮兵作战能力得到了进一步增强。事实证明，美国情报共享和星链通讯的作用正在被欧洲卫星系统和情报能力替代，以能支撑起乌军的反击。另外，乌军在乌东的反击和俄军在库尔斯克的进攻几乎是同步的。尽管在失去情报数据的支持下，乌军被迫撤出了库尔斯克，但他们在乌东的反攻却取得了更大的成果。这表明俄军已经很难在多条战线上同时保持高强度的进攻态势。即如果俄军选择将重点放在库尔斯克等俄境内战场，那么在乌东的攻势就会明显减弱。乌克兰应该也看出了这一点，所以乌军的主力部队在成功撤离库尔斯克后，又选择了对别尔哥罗德发起突袭。如今乌军已再次有效牵制了俄军的兵力。根据瑞典新闻网报道，瑞典将按计划将 ASC-890 预警机移交给乌克兰。这项计划是瑞典国防部于2024年5月29日宣布的。对于乌克兰而言，此举将大幅强化空域监控和防御能力。ASC-890 也就是基于萨博340螺旋桨飞机改进而言的爱丽眼预警机，可以探测450公里之外的空中和海上目标。那么它能改变乌克兰的天空吗？如果让火力军来回答这个问题，答案肯定是可以。瑞典的 ASC-890 一般都是在波罗的海执行任务，用于监视俄罗斯的军事活动。配备的有源相控阵雷达可以同时跟踪500个地面目标与1000个空中目标。与地面雷达系统相比， ASC-890 可以从上向下辐射，不受地形视线限制，尤其适合用于探测俄军低空飞行的无人机与巡航导弹。ASC-890 也配备了北约标准的Link 16数据链，可以将探测到的目标数据快速传给北约向乌克兰提供的地面防空系统，算是填补了乌克兰防空能力的一个关键环节。可以预测的是， ASC-890 的到来可以大幅度减少俄罗斯无人机与巡航导弹打击乌克兰本土所造成的伤害。此外， ASC-890 也能探测海上目标，包括一些充气艇等小目标。如果乌军想要继续在黑海方向打击俄军舰，来自 ASC-890 预警机的数据可以帮助乌军在更远的距离上实施袭击。对于乌克兰空军而言，在 F-16还未抵达之前， ASC-890 还没办法发挥太大的作用，毕竟都是一些苏27、米格29、苏24等战机，没有配备北约数据链。ASC-890 只能通过语音协调空中行动，并通报附近空域的情报。不过目前 F-16 已经抵乌， ASC-890 完全可以发挥其最大的作用，也就是探测空中目标，确定打击的优先次序，并分配给战机进行拦截。不得不说，瑞典真是好兄弟。在瑞典这边， ASC-890 预警机其实只有2架，全部移交给乌克兰，也就意味着瑞典本身的空中警戒能力会大幅削弱。不过现在瑞典已经加入北约，可以得到北约其他国家的空中支持，也不算伤筋动骨。而且自乌俄开战以来，瑞典对乌克兰提供了很多援助，属于欧洲援乌主力之一，其中包括 CV90、STRV-122 坦克、弓箭手卡车炮、IRST 防空系统等，都已经在战场证明其价值。火力军相信 ASC-890 也可以证明。之前美国曾短暂冻结对乌军援，这项决策所带来的影响至今没有消除，因运送过程受阻，澳大利亚援乌的 MEA1 恐怕要延期。2024年10月，澳大利亚国防工业部部长康洛伊宣布向乌克兰捐赠49辆退役的 MEA1 坦克，总价值 1.64亿美元。在此之前，计划一切有条不紊地进行，如果没有意外的话，这批装备不会延期。只是在3月4日，美国暂停对乌克兰的所有国防援助，时间大约为1周，已经送至波兰的援乌军事物资难免受到影响。而且这不仅打乱了美国自身的援助计划，也波及澳大利亚等盟国的援助进度。目前，波兰热舒夫物流中心负责处理大约 80% 的乌克兰军事援助，其中就包括澳大利亚援助的 MEA1。虽说该中心已恢复运作，但堆积的事务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处理完的。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洛夫预计近期访问澳大利亚，与当地官员商讨对策。澳大利亚退役少将莱恩表示，乌克兰急需这些战车，如果美国无法及时运送，澳大利亚应考虑与波兰合作，甚至借助民间承包商，确保可以及时抵达。此外，澳大利亚援助的这些 MEA1 可能还面临后勤问题。根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说法，在2025年年初，
美国就已经警告这批二手 M1A1 的后勤维修问题，即使顺利抵达乌克兰，战车的保养也需要依赖美国。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俄罗斯有入侵欧洲的想法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